长这几天都在讲通报，同胞是看情况说的。馆长要去做生意，当然要讲同胞。认同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应该对台湾人自己就是自信的，自信的台湾人反而是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永远在反不反中、反不反共。我讲热情丢不得，光没丢尾鹤，你就赢了。他妈柯文哲他也不给你放出来。就台湾只有抗中反中才能活下去，抗中只能选民进党，民主自由只能选民进党，本土派只有民进党，错的嘛。大罢免大失败，就是终结了从2014年以来这样的思潮。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馆长这几天都在讲同胞的事情，以我们的论述，大家都是觉得说我们是台湾人。简单来讲哦，他不会讲那么赤裸。台湾的主体性就是台湾人跟中国人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仔细去看这些台派的论述，到了最终端的时候，都会说中国台湾一边一国。为什么？因为台湾人跟中国人是不一样。台湾人讲台语，台湾人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他就说，哎，台湾有独立的自然生态系。所以你支持台湾主体性这个说法吗？台湾主体性的说法就是说，中国跟台湾要互斥，这就是为什么阿管会觉得被侮辱。你互斥的结果就是。那阿管不就是在卖台湾？我们跟中国是政权上的互斥，甚至你可以说是武力上、军队上的互斥，但是在文化以及民间经商交流上，我们不可能互斥啊。对，你要怎么跟中国互斥？所以馆长现在去中国做生意，到底有什么问题？你看哪个角度解释嘛？从血缘。从文化、从历史脉络来说，两岸是种同胞啊。那么多的海外华人社团，我们可不可以称台湾人是同胞？ABC 算不算我们同胞？美国人会称英国人同胞吗？如果我说他们今天讨论说，你的祖先哪里人？所以它其实是有政治场域、跟文化场域、跟血缘场域上，它是有不同应用。同胞是看情况说的嘛。馆长要去做生意，当然要讲同胞。你说有同一个文化出来，很多人都是从中国出去的移民的那些久了，他们也不会说都是同胞吧？首先呢，同胞这种认定在各个民族、跟各个文化、跟各个历史背景，就本来就是不一致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跟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是完全不同的民族，也不同族源，几乎都是说我们是华人，没错，但很少会遇到说我们是同胞。不要走进民进党的陷阱里面。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用同胞，为什么他来认定？为什么民进党或台派来认定何时认同胞，何时不认同胞？他规定他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嘛？为什么英国跟美国人他们很多时候他不会直接讲自己是同胞，但英美一直说我们有 special relationship，他们是干过很多仗的呢。我们都是讲同一个语言，所以会比较亲。这不一定是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同胞，所以才要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讲同一个语言，我们听得懂彼此的讲的话，所以我们会出去比较亲切感，所以聚在一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一直想要说我不是同胞，同不同胞这件事情，在每个人的认知跟理解上本来就不一样。我到了美国的时候，我自然而然认为全世界的华人都是我的同胞。可是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说，马来西亚华人某个维度上可能是同胞，但是至少在台湾，我跟台湾人比较是同胞。我们的自我认知、认同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尤其是我们就有个更大的主题，就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民进党的攻防的焦点，导致在野大联盟好不容易获胜，到现在你想，你就赢了，他妈柯文哲他也不给你放出来。我讲热情丢不得。光没丢尾鹤，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政治上的攻防，还是要讨论自我认同认知的辩证？那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我觉得我们都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就是一直顺着民进党的逻辑在思考自己是啥小。黄光芹的逻辑今天把大罢免大成功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投名状，也是大罢免要大发财是那，所以馆长刻意在淡化所谓台湾主体性论述。大家太把那个投票当成球赛在看了，就是我不同意。然后输了我就很难过，赢了我就很开心。我觉得真的要赢是台湾要继续向前行。馆长认为我们是不是同胞，其实对于台湾会不会进步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馆长在中国经商的生意会进步，台湾并不会退步啊。他是为了他个人在中国那里经商的利益，在表现他的亲和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不至于影响到台湾的什么，因为台湾99%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嘛，你根本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讲你。或者那些去做生意的人要怎么说，只要你不要说支持武力武统台湾，不要讲这种很极端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放在心上，我们可以专注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你懂吗？就是我比较担心是我们好不容易让我们的长辈改观的时候，听到这些很难解释，你懂吗？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在做台湾论证跟论述的时候，不应该永远陷入到治政的逻辑里。我们应该对台湾的自己就是自信的，自信的台湾人反而是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永远在反不反中、反不反共、填不填共啊、反不反美啊、亲不亲。其实我对崇义是理解他的，因为我以前也是支持
绿营的啊，我也理解历史哥。可是其实我讲真的啦，你们都被带到一个很奇怪的风向。我们本来就中国人啊，我们是中华民国人啊，以宪法来讲，我们就是中国人。这几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台湾人？就跟特哥一样，是他会说他是澎湖人，他也是说他台湾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绿营去带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台湾人。麻烦你拿你的身份证出来看一下好不好？你是中华民国人还是台湾国人啊？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嘛。今天馆长去赚钱啊，赚钱讲同胞又怎么了啊？可是我也懂崇义的意思啊，因为目前政治上多数至少现在90%的人都觉得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人。我知道崇义的想法是因为多数的人已经被民进党洗脑，已经被洗成说我们都是台湾人，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你不讲台湾人，你讲你是中华民国人、中国人，一定会掉票，这就是崇义担心的地方。阿管他现在是要去大陆做生意啊，就跟特哥刚刚讲的，他去大陆做生意，然后还说我反共是怎样，想要被抓走，他的事情是他的事啊，不要扯到民众党啊，也不要扯到黄国昌啊。我跟你讲，如果他三明治越带是越强的话，这次罢免国民党就被罢很多席了。我只是觉得说证明说是越来越弱而已，不会越来越强，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担心太多。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资讯战真的太恐怖了，太多的长辈他们都是被洗脑的那一种。民进党最厉害的就是打资讯战，而且他们的资讯战都知道人心哪里是最需要去打下去，是最恐怖的。就像前几天公投一结束，他们马上做一个图出来，立委要花4亿多去大罢免，但是公投要花11亿。你看人民他们一看到说，哇，为什么民众党要提这个方案去浪费11亿不去补助台电？从政治攻防的层次上来说，当然馆长这样讲被断章取义会不会成为一种破口？应该说馆长不管做什么都会是民进党打击的重点。在政治攻防上面，这一次大罢免大失败，是不是高度聚焦在反共护台或者是反中反华意识的对唱上面？民进党是不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因为他几乎所有的理论里面最重要的理论就一个，蓝白的立委在出卖台湾。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所谓对中国对抗的意识里面，却输到无以复加，代表老百姓要么对你这理论是麻了，要么就是这个事情在目前的台湾人的思考里面根本不是你民进党讲的这个样子。那我认为甚至是产生一种反感，你动不动就抹红人家。可是我们在这里面辩证里面会遇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举被简化到抗中反中跟亲中的对决？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这是大罢免大失败，就是终结了从2014年以来这样的一个思潮嘛。就台湾只有抗中反中才能活下去这个事情嘛，这个是在这个整个战略城市上的高度。如果我们又回到了他的那个叙事里面的时候，你又回到抗中只能选民进党，民主自由只能选民进党的老路，那民众党就证明了这件事错的。还有本土派只有民进党，错的嘛，民众党就是要做一个本土派的民众党。为什么叫台湾民众党？就是因为要追随蒋渭水的路线。蒋渭水是台湾的所谓医师救国的代表，叫做上医医国。蒋渭水的偶像叫孙中山，蒋渭水是个大中华主义。事实上，所谓的意识形态没有坚不可摧、不可移动这件事情。同样是美国，美国以前讲民主自由啊，我也是亲眼见证民进党怎么样让他的青年军渗透到校园的每一步、每一个社团里面去，都埋暗桩。尤其在那些人文学相关的社团，由于当时出现什么人文学社、联合国社，都在玩这一套嘛。所以我说我对这个理论太清楚了，所以我们正因为如此要跳脱这个，那要跳脱这个里面，馆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可怕的地方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被民进党被迫要去思考啊，我们到底是不是台湾人？世界的改变是以物理事实的变化来做推动，不是以我自我认知来推动。中华民国这个历史宪法框架，它能存在1万年吗？不要说1万年，它可以再存在100年吗？我就问大家，世界历史的变化，那请问你怎么讨论中华民国框架？100年后中华民国是存在还不存在？我们应该跳脱这个框架，不要再被民进党绑架了。台湾人这件事情叫做呼吸，阳光、空气、水，凭什么你民进党来决定啊？你民进党他大赢啊，当然是你民进党赢啊，不能被他框住啊！你要框住，那不然你把赖上思想读完。台湾人要自己第一，你是台湾人，你想当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 OK， 你要当台湾人是华人也 OK， 你要跟马来西亚华人做同胞也 OK， 你不想也 OK， 但不要被台湾人这3个字给绑架，那你永远玩不完啊！我告诉你，你永远玩不完啊！你就会搞到最后，就是你的选举每一次都在选民进党的题目，而民进党题目根本是以虚问虚，那怎么选得完？怎么选得赢？11年了，各位，终于一次我们理解了清楚了，不要再加入民进党的陷阱里面。从来就不是2选1的议题，为什么会变成2选1，或者是变成单选题？只能是台湾人跟不是台湾人。但是你需要有一点点耐心跟时间。